随着霍雨浩和王多儿的武魂融合技虚无中的真言心灵风暴的发动，与此同时，徐三石在面对三大强者的围攻时，巧妙地利用玄冥置换，将自身从玄武之域的黑色光芒转变为刺目白光，随后又化为金色光团，释放出无数金色小锤子光影，瞬间将三大邪魂师笼罩其中，令对手陷入灵魂颤抖，也让骷髅王唐代身体凝滞，卢耿耿发出怒吼，而魂圣严峰则被冲击的从空中坠落。霍雨浩和王多儿的武魂融合技是唐门的底牌之一，曾在拯救橘子的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今他们再次施展这一技能，配合徐三石的玄冥置换，成功将融合技状态下的自己与徐三石交换位置，为唐门争取到了制胜的关键机会。这种战术的运用也让观众们惊叹不已。在三大邪魂师陷入短暂僵直之时，潇潇和江楠楠迅速冲向对手，何菜头则换上一门7级穿刺炮，展现出其隐藏的实力。何菜头的连续使用7级魂导器的能力，让不破斗罗正战意识到唐门的实力远超预期。潇潇在江楠楠的助力下，利用三生镇魂鼎发动了强大的攻击。他的魂技组合国之重器，鼎之震荡直接命中骷髅王，将其击飞并打断多根肋骨。随后潇潇的第五魂环亮起，三生镇魂鼎一分为3，形成犄角之势，将骷髅王困在其中。骷髅王唐代在三生镇魂鼎的第五魂技三生镇魂压制下，灵魂受到强烈震慑，身体无法动弹。三生镇魂鼎作为顶级器武魂，其魂技威力随着魂环数量和魂师实力的提升而增强。潇潇凭借这一魂技成功限制了唐代，使其无法参与战斗。霍雨浩曾亲身体验过三生镇魂的威力，即便他拥有魂斗罗级别精神力，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摆脱压制。潇潇的三生镇魂鼎对魂导器无连带镇压作用，这意味着和菜头可以安全地对骷髅王发动攻击。霍雨浩通过精神探测共享和对伙伴能力的精准分析，巧妙地布置了战术，让唐门在劣势中占据主动。然而严峰在空中坠落后迅速清醒，他意识到三生镇魂鼎的弱点，并试图攻击潇潇。严峰的冰邪之力被霍雨浩的极致之冰轻易拦截，这让严峰意识到霍雨浩的威胁远大于其他对手，也让他渴望吞噬霍雨浩的力量，以提升自己的冰邪之力至极致级别。霍雨浩和王多儿恢复后，迅速应对局势。王多儿的六芒星阵阻挡了卢耿耿的偷袭，而远处一道暗红色光芒电射而出，目标直指卢耿耿。和菜头的7级穿刺炮发动，一道暗红色光芒穿透了卢耿耿那庞大的身躯，留下了一个焦黑的伤口。然而卢耿耿凭借其强大的防御力和恢复能力，迅速封住了伤口，并以惊人的速度和力量跃向霍雨浩和王多儿，企图用庞大的身躯将他们砸死，同时释放出绿色毒物。面对卢耿耿的攻击，王东儿果断放开霍雨浩的轮椅，利用六芒星阵阻挡严峰的进攻，为霍雨浩争取时间。与此同时，严峰凭借飞行能力躲避攻击，并对卢耿耿的实力充满信心，认为其防御力极强，难以被穿透。唐门这边，潇潇利用三生镇魂鼎压制骷髅王，和菜头准备再次发动穿刺炮，徐三石和江楠楠则快速赶往其他人这边。尽管邪魂师只剩下3人，但他们的个体实力极为强大，唐门的胜利仍充满不确定性。在卢耿耿巨大的身影即将落下之际，霍雨浩保持着冷静，他的右手缓缓抬起，小雪女从额头漂浮而出，同时他背后释放出金色光影，融合了雪帝和王多儿的虚幻光影，形成了强大的战技光之女神。这是霍雨浩自创的战技。王东儿虽然对霍雨浩充满信心，但面对邪魂师的诡异攻击，他仍然感到担忧。他释放出蝶神之光，成功拦截了严峰的进攻，同时利用六芒星阵增幅自己的魂技，令严峰的攻击速度大幅减缓。严峰意识到无法轻易击败霍雨浩，于是改变目标，发动魂技攻击徐三石。徐三石在旧伤复发、魂力消耗巨大的情况下，凭借玄冥龟甲盾和魂技勉强抵挡住严峰的攻击，却被冰冻在原地。与此同时，卢耿耿试图用庞大的身躯砸向霍雨浩，却被霍雨浩利用雪帝与光之女神的力量轻松化解。霍雨浩一掌击中卢耿耿，使其坠地，而卢耿耿释放的毒气也在霍雨浩的极致之冰气息下化为粉末。严峰目睹这一切后，对霍雨浩的实力不屑一顾，认为其修为不足为惧。严峰发动强大的龙吐息攻击王多儿，但王多儿凭借瞬间转移逃脱。严峰随即发动第4魂技埋骨之地，试图吸收王多儿的生命力。王东儿虽然用六芒星阵保护自己，但仍无法摆脱严峰的控制。此时江楠楠终于赶到战场，江楠楠迅速发动瞬间转移，凭借无敌金身状态冲入埋骨之地，将王东儿救出并带离危险区域。王东儿脱困后，愤怒地发动了第6魂技蝶神舞，巨大的光明女神蝶光影化作蓝金色流光，直奔严峰而去。然而严峰并未慌乱，他以强大的魂技应对。他先是用龙尾抽击王多儿的蝶神舞，随后发动第5魂技骨爪囚笼，将刚从埋骨之地跃出的江楠楠困住。骨爪囚笼不仅封锁了江楠楠的行动，还屏蔽了所有辅助魂技，使他陷入绝境。与此同时，霍雨浩被卢耿耿抓至身前，
卢耿耿发动第5魂环，血盆大口以诡异的角度张开，准备对霍雨浩发动致命一击。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和菜头的攻击及时赶到。他先是利用恐惧之眼发动强光攻击，直指卢耿耿的头部，随后又发射穿刺炮，目标是卢耿耿的身体核心部位。2道攻击同时落下，卢耿耿意识到危险，不得不放弃对霍雨浩的攻击，迅速后退，并用右臂抵挡攻击。霍雨浩趁机发动冰皇护体和冰皇之怒，成功冻结了卢耿耿的攻击并脱身。卢耿耿虽然勉强避开了要害，但身体仍被穿刺炮和恐惧之眼击中，窗口巨大却无鲜血流出，显示出其身体的特殊性。与此同时，王冬儿与严峰展开了激烈的对决，他的蝶神舞展现出强大的破坏力，成功附着在严峰身上并引发连续爆炸。严峰在惊恐中不得不动用第7魂环，释放出武魂真身古龙。这头古龙虽未完全成熟，但其庞大的身躯和强大的冰蓝色气息仍令人震撼。王冬儿的后续攻击在古龙的魂力溃散能力下化为光晕消散，他不得不退回霍雨浩身边。古龙并未追击，而是转向和菜头发动冲刺攻击。霍雨浩虽有精神探测提醒，但和菜头仍面临巨大危机。关键时刻，徐三石从龙吐息的冰封中破冰而出，用盾墙硬抗古龙的冲击，最终盾碎人飞。徐三石虽挡下古龙的攻击，但因伤势过重而倒地不起。江楠楠被困在古爪囚笼中无法动弹，而和菜头在古龙的冲击下也被冻成冰坨。唐门的局势瞬间陷入绝境。卢耿耿在愤怒中再次扑向霍雨浩，而严峰则试图清除空中的恐惧之眼，以消除威胁。随着恐惧之眼的破碎，唐门的处境愈发艰难。潇潇全力控制骷髅王，但局势已难以挽回。徐三石重伤，和菜头被冻住，真正能战斗的只剩下霍雨浩和王多儿，而他们面对的却是强大的卢耿耿和古龙真身的严峰。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唐门必败无疑时，霍雨浩的双眼瞬间化为金色，身上散发出强烈的金光。他背后浮现出一名高大男子的虚影，随后一只巨大的银色树眼出现，这是他隐藏已久的底牌——白银级本体武魂2次觉醒。这一觉醒震惊了全场，因为本体武魂2次觉醒通常是本体宗的专属能力，而霍雨浩却在此刻展现了出来。霍雨浩的身体悬浮在空中，他与王冬儿紧密相连，王冬儿的翅翼大张，两人进入了一种奇妙的共鸣状态。严峰试图以古龙的力量驱散霍雨浩的攻击，但霍雨浩的金银双色光芒却越发强烈。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卢耿耿发出惨叫，他的后半边身体在剧烈的爆炸中被炸开，脂肪四散飞溅。霍雨浩的左臂突然恢复了功能，他抬手虚空一握，瞬间将卢耿耿重创。这一举动让所有人震惊不已，连观众席上的蝎虎斗罗张鹏也意识到霍雨浩的左臂早已恢复。原来霍雨浩的左臂并非扮猪吃老虎，而是因为他在几天前刚刚通过高纯度净六辅助修炼，化解了左臂中的极致之冰天地元力，从而恢复了左臂的能力。在之前的战斗中，霍雨浩曾以融合光之女神与雪地魂灵的力量发出一掌震退卢耿耿。这一掌虽未直接重创对手，却在卢耿耿体内埋下了隐患。霍雨浩利用极致之冰的极寒之力，冻结了卢耿耿体内的脂肪，为后续的反击埋下伏笔。随着霍雨浩本体武魂2次觉醒，他释放出强大的冰爆术，成功重创了卢耿耿。在混乱的战斗中，霍雨浩和王冬儿利用扭曲的光芒制造幻象，误导严峰将卢耿耿误认为是自己，从而趁机将其击杀。这一巧妙的战术让严峰陷入震惊，他难以理解霍雨浩如何在实力差距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成功欺骗了自己。严峰在愤怒中发动了毁灭性的攻击，试图一举击杀霍雨浩和王冬儿。然而霍雨浩凭借强大的精神力和本体武魂2次觉醒的能力，成功抵挡了严峰的攻击，并在关键时刻发动了神秘的技能。一道金银双色的光芒瞬间爆发，整个比赛台被强光笼罩，狂风暴雨也随之而来，观众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震撼得目瞪口呆。在这场混乱中，严峰的古龙真身被霍雨浩的技能击落，而霍雨浩则在王多儿的保护下释放出更强大的力量。他的身体周围出现了2道金色的光之女神身影，分别面对着他的前方和后方，形成了一个奇妙的3重身影景象。这2道光之女神的身影眼神复杂，仿佛蕴含着无尽的秘密。紧接着，霍雨浩身上散发出金色、白色、碧绿色等多种绚丽的光晕，这些光晕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紫金色的光环。光环中包含了龙的图腾、光明女神蝶的图腾，以及神秘的树丛、白胖胖的虫子和碧光闪烁的蝎子等图案。这些元素汇聚成一个复杂而神秘的光环。在光环的衬托下，霍雨浩的身体被一层晶莹剔透的紫金色甲胄覆盖，背后是一双类似远古神圣巨龙的翅翼。他的额头上的树瞳深邃明亮，仿佛能洞察天地之理。他的面容既不是王多儿的模样，也不是完全的霍雨浩，而是一种充满神圣气息的英俊。他手中虽无武器，但身边却环绕着一条紫金色的巨龙。这神秘而强大的身影让严峰和所有观众都感到震惊，他们无法理解
霍雨浩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也无法确定他所展现的力量究竟来自何处。主席台上，神秘国师橘子、明德堂主镜红尘以及其他帝国大臣们纷纷站起，他们都是魂师中的强者，却从未见过如此诡异且强大的力量。这显然不是普通的武魂融合技，因为其变化之大，力量之强，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当紫金色身影出现的瞬间，天地色变，狂风暴雨瞬间平息，比赛台被紫金色光芒笼罩。炎风所化的古龙在霍雨浩的白银级本体武魂二次觉醒的攻击下，几乎失去了控制，大脑眩晕，精神之海出现裂痕。当他重新清醒时，霍雨浩的身影已经化作一道紫金色闪电，瞬间击毙了骷髅王唐代，甚至将其灵魂之火也彻底摧毁。炎风惊恐地意识到，霍雨浩的力量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甚至能够借助天象控制雨水化为雪花，这种能力通常是封号斗罗才具备的。炎风知道自己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否则将失去最后的机会。于是他再次激发古龙的力量，全身冰蓝色光芒大盛，古龙身躯再次膨胀，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冲向霍雨浩。他决定趁着霍雨浩气势未完全展开之前发动致命一击。然而霍雨浩似乎对炎风的攻击毫无所觉，他抬起右手，食指指向空中，从天而降的雪花瞬间舞动起来，化为一个巨大的冰雪漩涡。比赛台的温度急剧下降，甚至连防护罩都开始结冰。裁判正战感到压力大增，甚至不敢轻易终止比赛，因为他知道这可能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危险。在炎风的古龙即将冲到面前时，霍雨浩抬起左手虚按，背后的龙翼突然发生变化，一只洁白如玉，一只晶莹剔透，分别浮现出两名女子的光影。从他脚下升起的光环中，第5个橙金色光环光芒骤然大放。随着霍雨浩的左掌虚按，古龙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牢牢压制，无法再前进分毫。他身上的冰蓝色光焰也如同遇到了阻碍，无法继续燃烧。此时比赛台突然亮起一片刺目的光芒，不再是之前的金银双色，而是洁白与碧绿交织的光芒。这光芒正是从霍雨浩背后的翅翼上发出，仿佛是2道娇俏动人的身影在空中重合，瞬间从古龙的头部蔓延至尾部。光芒闪过之后，比赛台上的雪花停止旋转，反而开始升腾，化作一道道冰刃冲天而起。这些冰刃穿透暴雨，将其转化为雪片，形成一道巨大的冰雪龙卷风，沿着比赛台的护罩冲向高空。裁判正战目睹这一幕，感到全身发冷，意识到这种力量至少是8环魂斗罗级别强者全力一击的威能。他难以置信，霍雨浩和王多儿，一个5环，一个6环，他们的融合力量竟然达到了如此恐怖的境界。古龙在霍雨浩的攻击下停滞不前，炎风的声音变得沙哑，他请求霍雨浩告诉他这个魂技的名字。霍雨浩平静地回答，他叫做冰雪2帝之骄傲。炎风在听到这个名字后，身体突然变得明亮，紧接着从头部开始崩碎，化为无数骨骼碎块坠落，最终化为齑粉。他的灵魂也被摧毁，形神俱灭。圣灵宗的4名出战者全部战死，唐门取得了团战的胜利。主席台上，神秘国师愤怒到极点，身上散发出危险的气息。镜红尘和其他大臣们迅速护在太子徐天然身前，准备应对可能的暴走。然而一位全身笼罩在黑袍中的女子出现，劝说国师冷静。国师在女子的劝说下收敛了气息，但仍然愤怒地表示要让唐门众人付出代价。徐天然试图安抚国师，承诺将唐门的人交给圣灵教处理，但国师并未接受，而是表示圣灵教会自己派人去抓唐门众人。随后国师化为一道乌光远遁而去，黑袍女子也紧随其后。镜红尘对圣灵教的嚣张态度感到愤怒，但徐天然制止了他，提醒他圣灵教中有一些特别强大的存在，即使是明德堂也惹不起。比赛台上，霍雨浩和王冬儿重新显现，王冬儿抱住霍雨浩，防止他因双腿无法动用而跌倒。霍雨浩虽然脸色苍白，但精神很好，眼神坚毅。他紧紧握住双拳，兴奋地对王冬儿说，冬儿，我们赢了。王冬儿点头说道，是啊，我们赢了。此时他那双美眸之中流露出的却是有些复杂的神色。一直以来他都认为自己与霍雨浩在各方面不相上下，但今日一战，他深刻意识到霍雨浩在布局和掌控战局方面的能力远超自己。作为真正的控制系战魂师，霍雨浩凭借出色的指挥和策略，带领唐门在绝对实力的劣势下，奇迹般的全歼了强大的邪魂师对手。霍雨浩在战斗中不断翻出底牌，从贝贝的重创牺牲到徐三石的英勇突袭，再到潇潇对骷髅王的压制，每一步都精准无误。面对强大的炎风，霍雨浩更是不惜连翻5张底牌，最终凭借强大的力量和策略击溃对手。这些底牌包括本体武魂2次觉醒、命运之光与命运之凝视、精神干扰领域，以及最为关键的3维一体武魂融合技紫金蝶龙变。这一融合技是霍雨浩、王冬儿和王秋儿3人共同完成的壮举，借助命运之凝视提升的气运，他们成功实现了史无前例的3魂融合。霍雨浩将这一融合技命名为紫金蝶龙变，它不仅融合了王冬儿的光明与昊天锤、王秋儿的力量，
还有霍雨浩的精神力与极致之冰，展现出远超常规武魂融合技的强大威力。在这场战斗中，霍雨浩还掀开了最后一张底牌——冰帝的觉醒。冰帝的苏醒为霍雨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使得他在战斗中能够完美掌控冰元素，甚至借助天象将暴雨转化为助力，彻底击溃对手。随着战斗的结束，霍雨浩在王多儿的怀抱中闭目养神，内心却如火山般澎湃。他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力在这场战斗中得到了升华，而王冬儿则满心骄傲地看着霍雨浩，心中默默感叹：这是我的男人，我的男人啊！